太好了，阿平终于决定建造新家了。这也是阿平被狠毒的丈夫赶出家门的第7天了。一个怀有身孕的女人遭遇了她人生中最黑暗的背叛，丈夫为了取悦她带回来的女人，狠心地把阿平前几天搭建的庇护所一把火烧了。伤心欲绝的阿平曾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可当她抚摸着腹中渐渐隆起的小生命时，母爱的力量如同一束光穿透了黑暗，让她重新燃起活下去的勇气。她告诉自己必须坚强，绝不能倒下。昨天晚上，阿平一个人在简陋的4面通风的临时搭建房熬过了一夜。这样的环境对于阿平来说太恶劣了，长时间的居住很可能因感染风寒而生病。阿平终于下定决心，在这片土地搭建一个结实稳固的房子。说干就干，找来了铲子就开始铲土，一定要为孩子打造一个安全的港湾。他卯足了劲儿，开始向眼前的杂草丛生的土地发出挑战。住所墙面上地上的杂草实在是太多了，阿平必须要把这些杂草全部清理干净。这也是阿平打地基的一个过程。正常情况下，像阿平这样的怀孕女人应该得到丈夫的悉心呵护，在家里安心养胎。可老天似乎不太眷恋阿平独自一人承担起盖房子这样的繁重的体力活。阿平现在所经历的苦涩，女性朋友们应该深有体会。时间所用不长，在阿平的辛苦努力下，这片杂草丛生的土地已经被她清理出来。接下来就是把这些土地全部夯实了。没有什么很好用的工具，只能用铲子用力一点一点地夯实土地，让土地变得更结实，为后续建房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过了很长时间，阿平已经连续干了3个小时。阿平也决定休息一会儿，简单的喝了一点山泉水。阿平此时很累，但他也不敢耽误太长时间，必须赶紧搭建起这个房子，到了那个时候才能安心的出去赚钱。因为接下来要诞生的生命需要花费不少钱。没有停留太长时间，阿平就又开始行动了。地基已经搭建好了，接下来就要砍一些木材来当做房子的框架了。好在阿平居住的地方人不是很多，所需盖房的大部分物品都能从山中获取，要不然阿平手里可没有一点钱来盖房子。不久之前，阿平得知自己怀孕的消息时，她曾无数次幻想过与丈夫一起等待新生命诞生的温馨场景，想着一家3口未来的幸福之家。可现实却给了阿平重重的一击。当面临丈夫的一次一次背叛与狠毒时，她心中对丈夫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但阿平从小骨子里就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她要勇敢地面对这一切。阿平眼神坚定，挥舞着斧头朝着大树砍去。尽管阿平此刻是一个柔弱的女人，但仿佛每一次砍击都充满了力量。很快一棵棵大树就被阿平砍倒了，不需要太多，4、5根木材就足够阿平目前用了。收集好了这些木头之后，阿平就要一根一根的往搭建所运了。由于没有运输工具，阿平只能一趟一趟的往返山林往向搭建所运输。好在两地的距离不是太远，在来回从两地之间穿梭4、5次之后，阿平终于把这些木材运到了居住所。本以为阿平会在这个时候选择休息一会儿，可他仿佛有用不尽的力，拿起砍刀就前往附近的竹林去砍竹子。房屋的柱子现在是有了，接下来就需要一些竹子来连接这些竹子了。很快阿平就来到了竹林，这里生长着很多的野生竹子。阿平在这里找了一些长势非常不错的竹子，他没有停留，就开始拿着工具行动了，拿着砍刀一点一点的在竹子根部砍着。很快一根长长的竹子就被阿平砍好了，然后阿平就要清理这些竹子了，把这些竹子身上的细枝末节全部砍掉，留下能用的部分。此时阿平微微隆起的肚子看着已经很明显，大家不妨猜猜肚中的宝宝有几个月了呢？希望阿平赶紧建造好自己的房屋，到时候也能安心地迎接孩子的到来。阿平前方的路还有很远，阿平一定要坚强振作起来，活出自己精彩而美丽的生活。